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琴，今天想来聊聊我在人到中年之时重新审视学习的感悟。别害怕，我不会说教，我深知任何居高临下的说教都源于对他人处境缺乏理解的傲慢，而我这10年来都是如假包换的学渣，我可太理解学渣了。作为学渣，去年我竟然在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，从零开始4个月通过了 CFA 1级的考试，简直就是奇迹。今天想通过分享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，聊聊学渣视角的学习感悟。先介绍下背景，我本身是一个三脚猫程序员，为什么突然想考 CFA 呢？就是发现 AI 编程要砸掉我的饭碗了，所以就想挣扎一下，学点专业以外的感兴趣的东西。这个想法其实持续了1-2年，但像我这样的懒人，没有 deadline 绝对不会动弹。于是去年7月，我决定主动 push 自己一把，冲动报考了11月开考的 CFA 1级。确实是冲动了，报考完我再看要考的科目都傻了。 Derivatives Equity 是啥呀？都没听说过。没办法，先找找学习资料吧。我查到很多人推荐自学开普南 Notes， 这是美国的培训机构出的考点浓缩的参考书，于是我买来 Notes 硬啃了1个月。咋说呢，天崩开局，小白学 Notes 就是求虐。刚开始我也是学10分钟就心不在焉了，根本学不进去。那为什么坚持了1个月？一是因为来都来了，就学学看吧。2是因为学着学着，我体会到了自由学习的新鲜感。我都30多岁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自由的学习。以前我一直都困在系统里，一直都是家长、老师、老板给我布置学习任务，我一直都在假装学习，被迫学习。内心深处隐秘的叛逆让我无法真正接受学习。而 CFA 是我自己选的，学不懂就问 AI， 很慢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就感觉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飘着，偶尔扑腾下捞着个罐头都觉得特开心。我很好奇接下来能捞着什么，这种好奇心使我的专注时间延长了，从最初学10分钟就分神儿，到后来竟然能稳稳学1个小时。可问题是，当时我花了1个月 Notes 4本书的第1本的第1章数量分析都还没学完，按照这个进度到考试一半都学不完。那个时候我对金融兴趣倍增，但同时对通过考试完全绝望。转机发生在某一天，我看了一下午第1类、第2类错误。你看我这书勾了好多地方，太难了，我到晚上还在纠结，于是就在油管上随机点了 CFA 网课，那是2020年的单成伟老师讲的数量分析。他说第1类、第2类错误必考，考点有5个，第1个考点是不拉不拉不拉，第2个考点是不拉不拉不拉。我当时听完我看一下午，他10分钟就讲完了，而且还把我讲明白了。我就突然感觉高中毕业10多年的我做题家之魂觉醒了。我立刻把单老师的数量分析全听了一遍，就感觉哎呀妈呀，我前1个月看 Notes 到底在看啥呀？看啥啥不考，考啥啥不看呀？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学习方法叫画思维导图？一直以来我都很不解，读了20多年书，我从来没画过思维导图。听完单老师的课后，我悟了。从小到大教我的中国人老师们就是行走的思维导图，什么是重点，什么是结构，全在课里。正是这段经历解开了我的一个未解之谜，就是我在大学之前还勉强算个优等生，可为什么到大学和工作这10多年来就屡屡受挫，屡屡垫底？因为大学之后老师拼命输出的场景很少，学习就是看砖头一样的专业书，看人高的论文，看网上七嘴八舌的技术分享。那些优秀的人就能从中看懂知识，并做出实际的产出，而我总觉得知识在脑子里走了个过场，好像懂了，好像没懂，反正不会用。我和优秀的人的差距在于信息获取量的差距。这次尝试学习新领域，这个差距就具象化了。我自学的时候获取的信息量是这么点儿，听老师讲几个小时获取的信息量是这么多，就是我还是习惯高中老师那样
把嚼碎的知识喂给我，而不太会从信息社会里自己获取重点，形成框架。我觉得是我的领悟力、敏感度不太够，而且我还没有那种努力攫取信息的意识。这是我的反思。这个反思对我的工作还蛮受用的，因为有时候我需要查询巨长的英文文档，都是生僻的词句。以前我读这种天书就是秒忘，出了错疯狂艾特同事，debug搞半天发现是我没按文档操作。最近的工作中再读文档，我会尝试着带着想要攫取信息的意识去读，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，做这个事情需要几步，边读边有意识的去构建框架，效果就很好。回到说备考 CFA， 当我发现我的自学能力不太行的时候，我放弃了自学 notes， 改学网课。我有一点点遗憾，看 notes 的我像是对世界好奇摸索的小孩，而那个我却对这小孩说，这孩子怎么学这么慢啊？还来得及考试吗？咱换个好老师吧。如果说学习是攀登大山，好老师会帮我们修电梯，但并不是每一座山都有电梯，而且山越高越陡峭，别说电梯了，越往上走越没有路。对于金融这座大山，我在早期自学 notes 的时候尝试了徒手攀岩，迫使我反思了如何自学，如何获取信息。后期我选择了电梯，选择了捷径，有点遗憾，但没关系，反正人生没有路的山可多了。下一次没那么着急登顶的时候，我希望我能自主的从电梯里走出来，看看真实的路，锻炼真实的肌肉。说回我的备考旅程，学 notes 是探索新知的快乐，学网课是系统性建立知识的快乐。我一直在强调快乐这个词儿，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在胡扯？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。我学计算机就不太快乐。当我提起计算机，我想到的都是临时抱佛脚的难堪，将及格的侥幸，反复逃避的愧意，又反复被虐后沉蹲的眼泪。为什么两门学科信息反差这么大？刚开始我解释为这两门学科的难度的差别。我一直觉得计算机科学很难，我不理解。举个例子，计算机网络分层分物理层、数据链路层、运输层什么的，什么一层一层的，在哪儿？看不见啊，所以不理解。而金融是社会科学，似乎并没有那么难。特别是我在30多岁，人生还是有一点点阅历的时候，会觉得，知识和我看到的世界连接了。巴菲特选股票为什么看重 ROE？ 做生意盈亏平衡点在哪儿？避税是怎么操作的？这可太好理解了。但是随着金融学习步步深入，我意外发现，当我的状态和心理发生积极的改变后，本职工作也稍稍支棱了一点。我似乎感觉计算机科学好像并没有我一直想象的那么难。以前做起来觉得天都塌了的任务并没有那么恐怖，以前看不进去的 log 沉下心来看，好像也并没有那么恶心。这让我产生了怀疑，有的学科到底是因为难才感觉不快乐，还是因为不快乐才感觉难呢？我在想，可能有时候真的只是缘分吧。我跟计算机专业是孽缘。当时刚上大学，我真的以为解放了，不想学习。可计算机专业不学真的完蛋。我就在越学越不快乐，越不快乐越学不好，越得重新学的负向螺旋里兜兜转转挣扎了10多年。而金融的学习就在刚好的年纪，怀着刚好的心态，得到了刚好的正反馈。于是越学越快乐，越快乐越想学的正向的螺旋滚动起来了。我很想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，所以越到备考后期我越认真。8月份我如饥似渴地学完了油管上的网课，因为油管上免费的2020年网课不完整，于是我又购买了2025年最新的网课，整个9月10月都在学习新网课。这期网课是我能通过 CFA 1级的孙子兵法。听中国人老师讲课确实是醍醐灌顶，如沐春风。但是接下来转折就来了。11月份我开始做题，然后就被暴击了，不做不知道，一做吓一跳，正确率不到30%。上网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懂了，拿捏了，在残酷的正确率面前我才发现，
原来能听懂知识和能运用知识做题的差距这么大。我很后悔做题做晚了，那时候感觉真的是火烧眉毛了。没办法，我请了很多年假，在家漫无天日刷题，总结错题本。错题本写多了，正确率就上去了。现在回过头来，我觉得 CFA 考试或者说大部分考试都分为3大难关。一是记不熟，很多知识听老师顺着讲就觉得对，很有道理，考试倒着问就很懵逼。第二大难关是记不准，比如 CFA 一级里算 EPS 有一坨巨长的公式，怎么都会有个印象，但是一做题不是这儿错就是那儿错。我觉得这不是粗心，这完全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修正。训练可以让我把每一种错误事先踩一遍，下一次遇到算 EPS 的题，脑子里就是味儿啦，这不能错，那不能错，警笛大响了。就算出题人今天没考这个点，我都知道这个点我不会错。第3大难关呢是理解不深刻。我特别要举个例子，在 CFA 一级里 99% 算 I2 的题都很简单，就是把题目条件的数字输入到计算器里就出来了。但是有一道算 I2 的题我记到现在，当时我抓耳挠腮，计算器摁过来摁过去，硬是算不出题目选项。看到答案恍然大悟，答案只有一句话，就是 I2 的定义，笔算就可以算出来。就是当我被反复练习过的题型给框住了，只会机械的摁计算器的时候，那道题在提醒我，只会套路是不行的，一定要深入理解。那道题让我回忆起当年高考的顿悟时刻，那时候我突然领悟到，数学、物理这些理工科考试其实考得非常文科，就是看你能不能记住知识点。我尝试把每道数学题、物理题考到的知识点写在题目旁边，然后成绩就突飞猛进了。那道 I2 的题让我想起那个10多年前埋没在高考题海里，突然抬起头，稍稍参悟了刷题本质的我自己。10多年前的我又把学习的道交给了10多年后的我。总之，3大难关，记不熟、记不准、理解不深刻，通通可以通过反复刷题来解决。网上总有人抨击做题家刷题没用，确实很多题刷了没用，但是现在上了几年班后，我倒是觉得为了熟悉行业知识，刷题其实是成本最低廉的方法。特别是我有学习计算机的心理阴影，现在重开学金融，我希望如果我真的干金融，我有绝对的自信说我是专业的，金融的行业知识已经深入我的骨髓，已经化为我条件反射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反而很感激 CFA 的考试能让我静下心来反复刷题，反复练习。11月18号我完成了考试，1月13号我收到了通过的邮件。看到邮件的时候我很惊讶，但隐隐约约感觉是意料之中。CFA 官方统计考过1级需要学300个小时，我问 AI 说小白建议学400个小时以上。我下载了一个时间记录 APP， 在7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4个月里，一共记录了413小时21分钟。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逼到极限，我不是那种没有人性的卷王，想当卷王都当不了。记得8月末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宣布说9月份我要学120个小时，结果就学了80个小时。没关系，也不需要每天把自己逼到极限，最重要的是一直坚持下去。我基本上工作日下班后学2-3个小时，休息日学4-5个小时，几乎没有间断。不得不说，当我人到中年，我终于承认时间投入是检验成果的唯一标准。时间真的太公平了。在金融的世界积累了413小时21分钟后，我通过了 CFA 一级的考试。以上我聊了聊在备考的过程中，我对自学的思考，对学习的正负反馈的思考，对刷题的思考，对努力的思考。整个过程讲完了，我想长叹一口气，太难了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很多场战争。比较普遍的打法是先去找孙子兵法，再学习孙子兵法，然后再通过做题或者实习进行纸上谈兵，最后再到真实的战场上打仗。我见过有的人，他能迅速找到行业的孙子兵法，而且看完就能融会贯通，到真实的战场上特别能打。这种人是年薪100万的超级打工人。有的人他都不学孙子兵法，
直接上真实战场历练，反正打不死，还越打越勇。这种人是明星创业者。有的人他都根本没想过要打仗，但是他就站在了赢家的场地，然后就赢了。这种人呢，是风口上的赢家。以上3种人都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怎么寻找孙子兵法，怎么消化孙子兵法，怎么纸上谈兵等等，每一步都花很长时间，永远都在举步维艰。即使步履蹒跚爬了很久，也有可能结局是一败涂地。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浮现出很多节节败退的回忆了。但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战争里，也有可能发生天时地利的破局。通过 CFA 1级就是我的破局奇迹。我不仅考过了业余的考试，还在本职工作上有了起色。去年年底，我的老板对我说，他看到了我在工作中努力想改变的姿态，他很欣慰。而且这个账号也正是这场奇迹的产物，因为在那4个月的辗转反侧之中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我想分享出来，想和那些同样在战场上苦苦挣扎的朋友们聊聊天儿，说说心里话。第2期视频我就打算聊聊我在计算机行业苟活的心声。最后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缘分让你看到了现在，我想对你说，我知道，我都理解，很多事情很难，很痛苦。我和你一样，面前的战争还没结束，胜利遥遥无期。但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没有放弃战斗，你也不会放弃战斗。